有位观众问了我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，他问 ETF 的价格是交易出来的还是计算出来的？这个问题啊，看似简单，但其实是理解 ETF 运作的关键点之一。今天呢，我就用这张图把这件事儿讲清楚。首先呢 ，ETF 的价格呀，其实是有两个维度，第一个呢是计算出来的价格，另一个呢是交易出来的市场价格。什么是计算出来的价格呢？我们叫它净值 （Net Asset Value）。它是根据 ETF 这个篮子里所有的成分资产的实时价格，系统自动算出来的。比如说，我们买了一个果篮啊，里面苹果2块钱，香蕉3块钱，橘子5块钱，那整个篮子值多少钱呢？是可以算出来的，对吧？ETF 的每一个份额也有一个实时的净值，代表它持有资产的理论价值。那什么是交易出来的价格呢？就是我们在市场上通过买卖成交看到的那个价格。我们打开券商 APP 看到它的最新价，其实就是最近一笔的成交价，也就是市场上真实成交的价格。那问题来了，这两个价格总是一样吗？当然不是啦。ETF 的市场价格和它的净值可能会有差距，于是这就产生了我们经常听到的两个词儿：溢价和折价。如果市场价格大于净值，就说明大家都在抢，那说明市场看好；如果市场价格小于净值，那说明大家都在抛，说明市场情绪低迷。举个例子啊，某 ETF 的净值是1.00元，但是市场价格呢涨到了1.05元，就是有5%的溢价，说明抢它的人多，市场情绪火热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大家如果贸然买进去呢，要小心短期回调的风险了。那为什么这两个价格会出现偏离呢？一方面呀是市场情绪影响交易的价格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有的 ETF 流动性差，比如说冷门的 ETF， 它的价格就容易跳来跳去。那 ETF 公司就不管这事儿吗？不是呀 ，ETF 背后啊有一套机制，叫做一级市场申购赎回加做市套利机制。当市场价格偏离净值过多，那专业的机构呢就可以套利了，倒逼价格回归合理的区间。所以说 ETF 不像封闭式基金那样死盯着交易价格不动，它背后啊有机制帮它维持价格机制和净值的锚定关系，这也是 ETF 被称为透明基金的原因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啊， ETF 呢有两个价格，一个是计算出来的净值，一个是交易出来的市场价，两者之间呢可能出现溢价或者是折价，反映的是市场的情绪。如果溢价太高，那么大家要谨慎，因为套利机制会有助于价格回归。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这张黑板图的高清版本、ETF 的溢价率查询方法，以及我推荐的优质宽基、窄基 ETF 清单，我已经在苏涵思想会里面更新了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